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2023年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呢？那小马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愿望清单，那上面记着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关注，但是由于数量实在是太少，所以还没有机会入手的一些极品包包。那今天呢，就把这个愿望清单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在我面前的这个银色的 Kelly 呢，大家可能比较眼熟了吧？它是爱马仕在2005年推出的这个奥林匹克系列。这个系列呢，出了金、银、铜3种颜色。那其中银色的数量呢，相对于另外2个颜色来讲，会稍微多一点点。那前段时间呢，小马还入手了这个同色的这个康康，这个状态是超级好的，非常喜欢。那除了 BKC 这3个包款，小马曾经也见到过这个系列的有 Plume， 然后还有钱包小物之类的，它们的皮质呢都是山羊皮，非常的娇贵，而且因为都是2005年的产物，到现在已经快18年，快20年了，所以很多包包的颜色呢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氧化的，看上去呢会偏黄一点。那其中银色呢，氧化应该是最明显的，而且这个颜色呢很容易磨损，色块从皮质上脱落，所以我这2只呢一般都是会放在包柜里的，只有比较重要的场合或者是拍照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一下。那这个系列呢还剩一个金色，小马一直都在关注，奈何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今年如果是有缘碰到的话呢，我是一定会拿下的。那金银铜凑齐的话，奥林匹克系列我就顺利毕业了。那大家可能都知道，爱马仕特别喜欢用特殊的材质去做包包。小马在这10年里陆陆续续收集了不少，比如说像这个纯银的 Kelly，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大象皮，然后还有后边的牛胎毛，就是这些都是已经绝版了的皮质，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还有一些材质，小马还一直没有机会入手。那其中呢，就有2020年爱马仕推出的橡木 Kelly。设计灵感源自于当年爱马仕的年度主题匠心，它的包身呢用深色的千年沼泽橡木制成，包盖的部分呢采用的是光滑的马鞍皮。因为这只包小马还没有入手嘛，只能看图片给大家描述了。那目测项目上的花纹呢，应该是画上去的。那这只包包刚出来的时候呢，溢价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记得2021年佳士得5月的那场拍卖会上，这只包以200万港币成交，也就将近是3400万日币吧。但是去年的11月，这款包的成交价却只有82万港币也不到，价值直接缩水了一半还多，60%左右。那当然了，我觉得这2次拍卖会的价格差距，可能一部分是受全球经济的影响，那也有一点巧合因素在里边，肯定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年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入手的时机了。那下一个要讲的包包就是影子包，其实它并不少见。那自从3-4年前爱马仕出了复刻版之后，那小某书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程度。那相对来说，原版的就少很多了。那影子包呢，其实最初是诞生于2009年的让·保罗·高缇耶时期，当时出过35厘米和40厘米2个尺寸。小马想要的就是当时原版的那个牛仔拼帆布的那个版本。那一共出了3种颜色，分别是黑色拼深蓝色的牛仔帆布，然后黑色配浅色的牛仔帆布，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呢，也是小马最想要入手的白色。哎呀，其实如果最好的话，我3个都想要。那其实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复刻版影子包该不该入这个问题。那确实，影子包刚出来的时候呢，起点是很高的，但是后来专柜没有控制好产量，一下子出了很多以后，价格呢就呈断崖式的下跌。这么说呢，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哈，反正就是跌了蛮多的。那我当时呢，也在复刻版一出来的时候就入了。虽然是当时我觉得是买的有点贵了，不过我不后悔。我个人觉得吧，如果你本身就喜欢它的颜值，买回来本来就是自用的话，那什么时候都是值得入的，早买早享受。
那当然了，让保罗高缇耶时代的影子对于我来说是更有收藏价值的。大家都知道，我比起新包更喜欢复古的 vintage 的包嘛，所以说如果今年碰到了牛仔款的影子包，不管是哪个颜色，我应该都是会入的。那下面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包包，就是一个羽毛拼接的马赛克 Kelly 32厘米。上面的部分呢是大象灰色的 S 皮，下面是由好几种颜色和种类的羽毛拼接在一起的。灵感呢来源于 Bolo 艺术，汉字写作衣衫褴褛的褴褛。那顾名思义呢 ，Bolo 起源于极端贫困的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物质资源下。因为没有整张的布，平民们呢为了度过寒冬，只能用东拼西凑，在衣服上缝上一小块一小块的布料，那以此盖住衣服原本磨损破洞的地方。那同时呢，也能增加保暖性。后来呢，这种拼接的风格逐渐成了一种被大家认可的艺术表现形式，因为它是当时的人们在艰苦条件下的智慧的结晶，每一块的拼接都承载了他们对亲人的关爱。在了解这个故事背景以后呢，再来看这款包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呢？那马赛克羽毛 Kelly 之所以特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并不是由爱马仕独立制作，而是和法国一个历史悠久的羽饰坊 Maison Le Marié 合作完成的。那法语呢，小马不太会读，不好意思。那以下的呢，就简称它为 ML 工坊吧。那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这个大名鼎鼎的工坊了。它成立于1880年，起初呢是以制作帽子上的羽毛饰品为主。那后来随着巴黎时尚品牌的发展，它从1950年代开始与各大品牌屋合作，像我们现在熟悉的 Chanel、迪奥，还有巴黎世家这些，当时都是工坊的合作伙伴。那因为从工坊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对羽毛处理及缝制的工艺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十分擅长运用孔雀、天鹅、鸵鸟羽毛等材质进行装饰，还有立体花卉等图案的制作。那从1996年开始 ，ML 工坊就成为了 Chanel 的长期合作伙伴。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 Chanel 高定上那些羽毛呀，还有山茶花等装饰，基本上都是出自于他们工坊之手。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让保罗高缇耶时期推出的几只超级限量款的羽毛包包。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马赛克羽毛拼接 Kelly 以外呢，还有一只是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的黑羽毛的 Kelly 28，也是和 ML 工坊合作款。那这只呢，据说世界上只有6只，包身采用了 box 皮，上面用了黑色的鸽子羽毛拼接，可以看到从上到下，羽毛从小到大排列的错落有致，并且呢，金属的部分和 So Black 系列是一样的，有黑色的 PVD 涂层。小马本来就很喜欢就是这种纯黑色的包包嘛，像四合院里我最喜欢的其实也是黑色的午夜款。那所以呢，第一眼看到这只黑羽毛的 Kelly 的时候，那我就沦陷了。可惜这个包真的是太少了。佳士得呢，2022年11月的拍卖会上有出现过一只，最后以277200欧，换算成日币差不多是3900多万的价格，被一位神秘的人士拍走了。那这么限量的一个包包呢，真正的爱马仕收藏家一旦拿到，基本上是不会再转手的。虽然知道今后能碰到它的希望非常的渺茫，不过小马还是在这里许个愿，万一实现了呢？那其实爱马仕还出过非常多种羽毛款的包包，今天小马只介绍了我最想入的2款。但是呢，其他几款收藏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当然，我指的是2010年生产的 vintage 款。那2023年春夏秀场上发布的新款羽毛 Kelly， 虽然也是很仙很飘逸，但是对于我来讲，总是觉得少了那么一点精致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好了，那以上就是小马今年的超极品包包许愿。如果真的实现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拿来和你们分享的。大家在2023年想要拿到什么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的愿望吧。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